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同龄人中会打扮和不会打扮区别到底在哪儿？看完3个素人对比你就明白了。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有人50岁看起来还像30出头，神采奕奕；有人40岁却早早显出岁月痕迹，与实际年龄落差巨大。其实这样的差异并不完全取决于你是否富有，是否会化妆，甚至与保养的关系也没那么绝对。真正拉开距离的是一个女人是否懂得用穿搭与年龄和解，是否能够穿出一种从容、体面与自我欣赏的状态。与其说是装扮，不如说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对待。就像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时尚博主，她的妆容谈不上精致，样貌也极为普通，却凭借几件简单的单品让人眼前一亮，前后对比之下不由得令人赞叹。原来美是可以被生活细细打磨出来的。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区别，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差别，其实从细节里就能看出来，有时候只需几个小改变就能让整个人焕然一新。今天就用3组对比图带你一起看看，那些看起来气质出众的穿搭到底赢在哪里。第一张图 T 恤加阔腿裤搭配，第一眼看过去，左右2张图穿的是同样的 T 恤与阔腿裤，但效果却大不相同。左图中没有明显的腰线，加上鞋子与裤子颜色一致，整体显得有些拖沓沉闷。而右图中仅仅是把 T 恤塞进裤腰，再搭配一双对比色鞋子，整体立刻变得精神利落，有层次感，视觉上也更显高挑有气质。第二张图，衬衫加吊带加烟管裤搭配，这一组穿搭大家一定不陌生。左边的造型是不是很常见？宽松的蓝衬衫配上黑色小脚裤，没有重点也不够修饰。而右边则是以蓝衬衫作为外搭，内搭选择了清爽的白色上衣，再加上一条微阔的烟管裤与皮带点缀，不但层次分明，还显得干净利落，气质也随之提升。第3张图，卫衣加小脚裤，这一组对比图最能说明穿搭版型的重要性。左边是我们熟悉的随便穿模式，卫衣配小脚裤虽然简单，但因为版型过于贴身，容易暴露身材缺点。而右边则是在卫衣内加了一件白色 T 恤，下身换成直筒裙，恰到好处地遮住了不足，同时露出脚踝，让整体比例更协调，显得利落又有女人味。这3组穿搭对比正好提醒我们，打扮不是花哨堆砌，而是用心处理细节。只要学会善用版型、配色与层次感，不需要过度装饰，就能让穿衣风格变得自然又得体，从容展现出属于自己的优雅风采。普通人靠穿搭变美逆袭方法。别以为只有年轻人、明星才有资格穿得漂亮，走在聚光灯下。其实普通人只要搭配得宜，也能散发出独属于自己的光芒。前不久，我看到旅游博主苏阿姨走红毯的造型，白发自然，衣着得体，站在一群年轻女明星中，竟一点也不逊色。她的从容与自信不是天生的，而是一路走来，经历过迷茫与不安后的沉淀。正因为曾经穿错、试错过，才更明白，穿对衣服不只是变美那么简单，更是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学会穿衣打扮的重要性，从来不亚于保养与护肤。当你愿意花心思经营外在的同时，你会发现内心也悄悄被滋养了起来。这份美是岁月给你的奖赏，更是你给自己最深情的回应。
会穿搭的人，你可以从小美到老，先天硬件条件不好，也不要沮丧和内耗，因为你可以通过穿搭来救场。比如说赫本就是从小美到老，去观摩她年轻时的穿搭，时尚大方，老年之后的穿搭，色彩则淡雅很多，但依旧优雅稳重，丝毫不显木态感。学会穿搭，是你建立自信形象的第一步。首先，确定风格，选对款式，做好配色。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姐妹其实年纪并不大，但穿搭却显得格外老气。说到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在风格混乱上，她们没有找准适合自己的穿衣风格，反而被市面上那些标签化的老年装误导，认为上了年纪就该选择大红大绿、大花大叶的款式，却没想过这些真的适合自己吗？这样的服装款式宽大，色彩杂乱，非但不显气质，反而让肤色显得暗沉无光。就算气质再好，也难以撑起整体造型。所以说，建立穿搭自信的第一步，就是拒绝盲目从众，告别没有风格的标准老年装。我们要选的是真正适合自己，穿得舒服，而且能够展现气质与精神面貌的服饰。穿搭不仅是外表的修饰，更是内在自我风格的体现。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尝试，慢慢找出那条属于自己的美丽路线，哪怕一步一小步，也能走出独属于中年女性的风采与优雅。其次，基础款是首选，越简单越高级，其实用在中年女性穿搭上，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摒弃各种五花八门的穿搭风格之后，回归本我的极简穿搭，那么基础款则可以成为首选，然后借助细节，展现出你的穿搭虽然极简，但细节却十分经得起推敲，能显露腰线显瘦，能纵向拔高，提升身材比例，让你的时尚气质和颜值形象提升好几个等级，但却不会陷入老气横秋或者扮嫩的嫌疑之中。这才是中年女性对美丽孜孜不倦的追求。第三，提升服装的面料和质感。衣柜里衣服一堆，却总觉得没衣服穿。问题或许不在数量，而在质感。很多姐妹都有过这样的烦恼，明明衣柜满满当当，出门前却总是挑不出一件真正满意的衣服，不是颜色搭不对，就是面料穿上身总觉得不舒服，甚至穿过一两次后就开始嫌弃了，最后只能束之高阁。其实这就是衣多不等于穿得好的典型表现。追求穿搭品味，关键不在堆砌，而在选对。如果想透过穿搭穿出质感与气质，服装的面料、剪裁与细节质量真的不能马虎。以夏天来说吧，很多人选择纯棉 T 恤，但若是便宜棉质，不仅容易皱，领口针脚粗糙、泛黄、发硬，很快就失去了清爽感与好气色。所以夏日选衣的黄金准则是轻薄但不透，挺阔有垂感，透气吸汗且不显廉价。如果你对材质比较讲究，不妨试试这些高质感面料。莱塞尔棉，柔软亲肤，吸湿排汗；莫代尔纤维，凉感顺滑，不易变形；人造丝，醋酸纤维，自带垂坠与微光感，优雅十足；丝绸、缎面，精致典雅，适合打造高级感造型。真正懂穿搭的女人，从来不追求衣服有多少，而是穿上身后是否舒适得体，能否让自己更加自信与自在。第四，合理配色，更显高级和品味感。真正在意气质与颜值的女人，从来不会忽视配色的力量。她们在服装配色上的标准近乎苛刻，因为她们深知，色彩一旦选对，
不只是穿搭上的加分，更是气质与品味的放大镜。她们往往偏爱配色简约、干净、不抢戏的穿搭方式，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选择清爽又高级的配色，不仅能营造视觉降温的效果，还能让整体造型看起来更加利落大方、优雅自在。经典的鲜亮色加白色组合，就是最万能的百搭公式。比如说，柠檬黄衬衫配白色西裤，草绿 T 恤搭白裙，简单却亮眼，很有时髦感。除此之外，还可以大胆运用以下3种配色逻辑：同色系搭配，让整体造型和谐统一，拉长视觉比例，自然优雅；明暗对比搭配，用浅色与深色做平衡，营造出层次感，提升穿搭的精致度；图案加纯色平衡搭配，如果下装是印花或条纹，建议上装保持纯色简洁，避免花哨重复，让焦点集中不凌乱。其实配色这件事，不用一开始就做到完美，重点在于愿意尝试与调整。只要你愿意打开衣柜，好好观察、实践、筛选，你一定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套穿衣色彩语言。3. 普通人会打扮的关键，还在于这些细节的辅助。1. 腰线加巧妙露肤。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与荧光幕上的女明星相较，我们要做的，不过是把日常穿搭过得有质感、有精神。当你选择基础款时，只需在细节上下点功夫，就能轻松摆脱路人感其中。打造腰线与巧妙露肤，是最简单有效的2个法则。高腰设计不仅能够修饰身形，还能自然拉长腿部比例，轻松穿出3-7分的好身材。这种视觉上的提气效果，对中年女性而言，是提升气质的利器。巧妙的露肤设计，则是夏日穿搭中的另一个关键。与其一味包裹，不如适当释放自信。领口可以选择 V 领、一字领、U 型领或低圆领，这些设计能在不过度暴露的前提下，展现颈部与锁骨线条的柔美，优雅又有女人味。在下装的选择上，也建议避免过长过拖地的设计，尤其是夏天，选择9分裤或露脚踝的裙裤，能在视觉上显高显利落，又多了一分利落与精神。2. 选对合适的发型。正所谓美丽从头开始，发型不仅是造型的起点，更是中年女性展现气质的重要关键。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姐妹们或多或少会面临发量变稀、发际线后移的问题。那么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型呢？首先，别盲目追求蓬松感就去烫卷。虽然卷发看似能增加发量视觉，但若烫得不好，反而容易显得杂乱、老气，且非常考验发型师的手艺，稍不留神就变成泡面头。其次，厚重的齐刘海也不建议选择，本意是想修饰额头，却容易让整张脸的重心过于集中，反而凸显年龄痕迹，使整体气质显得沉闷而呆板。选择发型时，最重要的标准有3点：能够修饰脸型、柔化线条，能弱化个人短板，如额头高、发量稀疏等，能提升整体气质，让人感觉精神得体。如果是长发的姐妹，夏季不妨参考吴彦姝那样的低扎盘发，自然整洁又清爽，搭配耳环或小丝巾，优雅满分。若偏好短发，建议选择带有层次感与空气感的剪裁，不仅能修饰脸型，也能避免炎夏时发丝因流汗而贴头皮的尴尬情况，让你看起来更清爽有精神。3. 配饰也很关键，我们经常建议大家多选择简约的基础款单品来打底，
但想要穿出层次与精致感，配饰的点缀绝对不可忽视。穿搭的真正功力，往往体现在繁与简的平衡当中，而这其中，配饰就扮演着点睛之笔的角色。如果衣服选择偏低调素雅，那么饰品就可以适当有些设计感，来提升整体的时髦度与辨识度。尤其是一些小众品牌的几何造型、金属光泽感饰品，既不浮夸，又能体现独特品味，让人眼前一亮。比如深灰色 T 恤搭配烟管裤，这样的穿搭乍看之下平平无奇，但若点缀一款金属质感的几何耳饰或粗框项链，便能在简约之中营造视觉重点，让整体造型更有神采，更具个性。除了饰品之外，丝巾也是非常实用的加分小物，尤其在搭配 T 恤时，一条质感细腻、带有光泽的印花丝巾，不仅可以柔化整体造型的中性风，还能巧妙营造出女性特有的优雅与俏皮感。轻轻系在脖子上，绑在包包、手柄上，甚至当作发带使用，都能瞬间为你的基础款穿搭注入灵魂。选饰品时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精致得体，记得一处有亮点，其他就要收，这样穿搭才会和谐耐看，不显杂乱。总之，打扮自己任何时候都不亏，于自己变美的过程进行修炼，本身就是对美丽事物一次又一次迭代和跟进的过程。我们能做的只是不被所谓的年龄标签、身材标签、显老标签所定义，真正得一直活到老，美到老。女生会打扮，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能力。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越活越顺、气场越来越强的女生，好像都挺会打扮？可奇怪的是，说起打扮，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就是爱美吗？太浅了，花里胡哨。但真相是，一个女生的打扮能力真的被严重低估了。一，会打扮是一种生活掌控力，别把打扮只理解成穿得好看这么简单。真正的会打扮，是你知道自己的身材优劣，了解什么风格适合自己，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状态和外在。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女人对生活的掌控力。她知道什么时候该精致出场，什么时候可以松弛休息，知道该在什么场合呈现什么形象，而不是永远一副我无所谓的样子。会打扮是生活里的一种自我管理，也是一种默默的实力输出。二，外在是你表达自我的第一张名片。我们都说人不可貌相，但也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里，大部分人没机会了解你的内在，只能从你的外表下判断你的态度。一个会打扮的女生，不一定拥有极致美貌，但一定有让人舒服的形象感。她穿衣得体，妆容干净，眼神里有光，这是她在说，我不敷衍我自己，也不敷衍这个世界。三，会打扮的女生往往自律又清醒。那些真正会打扮的女人，其实特别自律，她们会控制饮食，不盲目节食，但懂得均衡。她们会坚持护肤，不求一步到位，但从不放弃基本功。她们不是买的冲动型消费者，反而会精挑细选，把预算用在真正提升质感的地方。她们的衣柜不一定多，但每一件都穿得出门，也穿得出自信。说到底，会打扮不等于爱炫耀，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尊重。四，最重要的是，打扮能给你带来底气。当你照镜子，觉得今天的自己状态不错，衣服合身，发型顺眼，你真的会更愿意走出门，更敢说话，更有底气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那种我状态在线的自信感，不是别人夸你才有，是你自己先给自己盖了章。
生活已经够难了，如果打扮一下就能给自己加一颗糖，又何乐不为？你认同会打扮是一种能力吗？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哪一次改变外表之后，也带来了人生转折？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